我手冰凉。哦，你已经考完了？没有，我们两个是第3组。哦，现在还在第2组。对，第2个人。冰凉。虽然不能透题，但是没有，就是我们日常的内容不用紧张。日常的内容，朋友，日常真的会说前额叶皮层非人灵长类吗？这是日常的内容。而且我感觉你刚才的听了，就远处传来笛声，远处传来风笛，就感觉你的状态也很好，所以说希望我上去还能这样，没问题的呀。我们2个站着说话，不要的。你才反应过来。你说当主持人得当多久，才能在上场前不紧张呢？我感觉这是个伪命题。天哪，这真是个伪命题。上场前可能都有紧张，适度紧张有利于发挥。哎呀，真是一上点情绪，立马嗓子就紧，真是立马嗓子就紧。你紧张你就笑，像个小朋友一样说话，开心一点。我叫侯子泰，就读于中国传媒大学播音专业。我是一只小夹子。师姐反差很大呀，反差很大，师姐真反差。对呀，第一次见好高冷啊。对，然后现在又是鼓励别人，这么萌萌哒。紧张啥呀？回去坐着吧，万一等会儿站播呢？跟师姐搭档，我突然心里有底了。你知道我为什么没选访谈吗？我觉得那2位老师确实实力太强了。我觉得以我这个道行，可能问不住人家。为啥访谈要问住人家呢？对，好问题，好问题。师姐就是师姐。我说的这个问住是我 hold 不住那个场，我怕被他们的气场压倒。我说老师对不起，我不知道。哎，这个问题我之前问过那个，也是咱们学院一位老师。他说你最不用担心的就是你跟被访者实力差距很大，身份差距很大，因为你们在一个访谈场里，你就是一个提问者，你的一切都是由你的问题质量所抬咖的。学到了，但还是知易行难。他的思路好清晰啊！哎呀，说文真好，一直在安慰姿态，真踏实。他们在哪儿准备呢？他们不上来准备吗？哎，他们为什么不上来准备啊？播音之神保佑我们。播音之神。那就这样吧，再准备就曲终人散了。那为什么他们的反送能够被我们听到啊？送进来了呗，他们的话筒的声音送给我们了啊！他唱歌的声音全被代教老师听到了。你觉得这一次会给咱们安排那个叫什么突发情况吗？是想把他们都送走吗？提词器是想一个实习生不招了是吧？提词器突然不动了，采访对象不说话了，连线构成中断了。连线中断要怎么办？我这打麦了。他们俩在闲聊。对，他俩闲聊，没人可以啊，心态很好。导师都很放松懵了。那我下去看一眼，来催一下。凯旋，哎，给他们2个稿子，让他们上来吧。好。哎，老师，我们在这儿。走，师姐。来了。冲了。Sorry， 调整一下裤子。上来吧。哎。走。来了。上来吧，没事，快。加油。老师，我突然有点后悔。加油。后悔什么？昨天在面试的时候说我喜欢播新闻。那你今天可以不选播新闻啊。昨天都说了，我今天自己给自己觉着下了个套，挖了个坑是吗？他跟我说，早知道昨天不说播新闻了，昨天说过了，今天不得不选新闻。播新闻挺好的，很展示你们综合能力啊，而且你们俩人。好，谢谢师姐。好，我们是20分钟准备时间，现在是53，然后我们是13的时候开始。晨间新闻。好。会有提词器是吧？对，会有提词器，你可以先试一试。咱们先一人看5分钟稿，然后再连线这个。我出点声没问题吧？出。
各位早上好。 6点整我叫你。我是子泰。哇，6点整我叫你。执行者。感觉他计划性很强啊。是，是吧他跟子泰的风格很搭，子泰正好是执行者。对。有合理的分配，让诗文有合理的分配，5分钟看5分钟稿子，6点钟我叫你，我们再去做下一件事一起。 7月15号5月34分，有领导风采。7月15号5时30。我觉得是要这样的。我刚才还跟老板说呢，拿了一个稿子之后，从头就开始低头念，没有考虑到这个稿子后边有什么，万一发现到后边我根本来不及了怎么办？将串联白莲泾、大寨河、北界河、人民江、三林塘港、小黄埔、三林塘港、小黄埔6条河道。白莲泾、白莲泾，查，我碰到这个都得查。 你看，这就好习惯，不懂的、不确定的查。白莲泾，白莲。以罪犯白所成为首的缅北果敢白家集团为，这是钻取，这是攫取，是吧？攫，攫，攫取的攫不认识啊。 他在查攫取的攫，那你不能这么说。我跟你说，咱那儿不认识字儿人多。也可能，就像考普通话1甲的时候，有的认识的字儿摆在那里就是不认识，对，都不敢读。进一步扩充了国际脑图谱。国际脑图谱在跨物种比较和时空动态解析方面的内涵。 他这个其实挺难的，因为你得弄明白它的逻辑重音在哪里。绘制了非人灵长类前额产业趋势与全球治理的最新实践，成果覆盖爬行类、鸟类。猴子他有放弃的感觉。 猴子他有放弃的感觉。对他刚走上来说，就说：“老师，我后悔了，跟那个凯旋说后悔了。”非人灵长类前额叶皮层是这样吧？应该是吧？我觉得做新闻真的是压力挺大的，它及时性的，是短时间内高强度的这种。我都无法想象，我当年怎么能够做那么早的早间新闻，我不知道怎么想的。 就是我觉得人可能要逼一下，逼到那个份儿上，不得不做了也就做了。类脑人工智能的发展方面具有重要的推动作用。哇，时间不太多了。那我们这个，你来抓紧看一下，咱们抓紧看一下双人的稿子。我有点担心子泰了，但这个稿子是真难啊。那这样吧，我来问第一个问题，然后我播开头中间这2段小的，然后你播中间这段大的，咱们双人的时候。你播2段小的对吧？我播2段小的，对我播2段小的，直接连到问题，然后这样的话，你还有时间去捋一下你的第2个问题怎么问。你看，真有担当，这孩子挺身而出。对，邀请到劳国林老师，咱们要先想第一个问题。这样吧，先想3个问题。前面的这个，咱们先想3个问题备选，然后其他的问题从他给咱们介绍的情况里面找细节。3个问题绝对够用了。哇，他判断好迅速。对，关键是决策也很果断。张诗文明显在主导整个的进程，有规划。身材是因为大家有身材焦虑，所以喜欢买小号衣服。我们邀请到了老师来连线。 我觉得咱们不要先做价值判断，先问他问题，看他能给到咱们什么。来看一下上海财经大学电子商务研究中心，他的身份是电子商务研究，那他可以给到我们的专业信息是分析这一个现象背后体现的是什么样的商务的原理，而且是对财经大学嘛，经济价值。我的建议是先问为什么会出现这个现象，然后第2个再问带来了哪些经济价值和影响，你觉得呢？什么？子吹软点化了。就是第一个，先描述一下现象，让他给咱们解析一下现象，然后再问有哪些经济价值和影响，给我们分析一下这个现象背后是哪一些原因促成的呢？你觉得可以吗？可以。好，这个是我的第一个问题，原因。这木头他好圈粉呀！我就很喜欢有这样的搭档，踏实啊，心里很有安全感，有谱有底。已经完全主导了。
而且他有自己的一个完全关这个话题的思路在里面，完全主导。而且他刚才判断说3个问题足够了，这判断很准。你呢？你是那你觉得有什么你接下来想问的？那我就接着他说的原因嘛，那我就展望一下未来嘛。比如我说，高老师，那您觉得这一现象的产生对未来我国服装行业或者是类似的轻工业制造业在未来的发展方面，我感觉你不要，就是我感觉咱们不要把它升到太高，就是想一想。那就我觉得你直接问这个趋势会对他们产生什么影响？实际他们两个是想形成一个整体的概念，就是我们两个是呈现的一个整体逻辑都在里边的东西，我觉得是。你就问影响未来会怎样发展？其实咱们是一个思路。OK。那现在如果中间我们抓到了有意思的点，我们自己要不要追问？老师好。我想问一下，我们5分钟的时间，我们是如果老师有什么我们要打断这种，也会提醒你们，大概就是每分钟都会提醒你们。好。你看他的意识特别好，他对于整个流程实际心中是有数的。他的主导性比较强，他有主播的意识。那就是我先问第一个问题，然后无论发生了什么，你就接着问第二个问题。然后追问的话，你也先开始。对，我也先开始。按照这个顺序，只要不抢。他们其实就是这个采访前的沟通做的是比较充分的。对，他是唯一一对儿。哎呀，我喜欢这女孩，是吧？真不错，她好圈粉呀！不仅高冷，还可爱，她还专业。哎呀，李沁老师的眼光，看到这儿有点深挖了，是吧？李沁老师看到这种优秀，是不是有点看到自己的影子？没有，肯定有一点。不是，我很欣赏这种果决的、有判断力、执行力非常强的。像你，对吧？不，我是屁人，人家肯定是个勾人，计划性很强，羡慕、崇拜、欣赏。你还谦逊、低调、内敛。我要不我这个缝我也爬下去了，真的又多一员，行吗？那你这还有什么问题吗？2位？没有了。那我们就准备开始，好吧？你别忘了结束词。哪儿呢？这时候比较担心姿态。有师姐在，hold 住。好，那我们准备了啊！大平老师也准备了啊，亚碧老师也准备了。5、4、3、2、1，来，片头放。来了。2位准备，3、2、1，好，说话。2025年7月21号早晨7点，欢迎收看东方卫视早间新闻节目《看东方》。各位早上好，我是张诗文。各位观众早上好，我是子泰。7月15号5时34分，天舟9号货运飞船在长征7号运载火箭的托举下，从海南文昌发射场发射升空。当天8时52分，天舟9号成功对接于空间站天河核心舱后向端口，与空间站形成组合体。天舟9号向神舟20号航天员乘组送去了新一批补给，期间还将配合空间站完成轨道及姿态调整，开展空间科学试验，并为航天员提供物资存储及空间扩展服务。还可以，还不错。2025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将于本月26号在上海开幕。大会以智能时代同球共济为主题，全面展现 AI 技术前沿、产业趋势与全球治理的最新实践。哎呀，子泰可以。本届世界人工智能大会聚焦 AI 基础设施、科学智能等10大重点板块，大会规模也将再创历史之最。哎呦，卡了一下。展览面积首次突破7万平方米，有近800家企业参会，其中室外及国际企业占比过半，3000余项前沿展品将集中亮相。浦东世博水环工程1期近日正式开工，将串联白莲京、大寨河、北界河、人民江、三林塘港、小黄埔6条河道，全长约22.3公里。近日，深圳市人民检察院对缅北白家集团白所成等21人依法提起公诉。专案细节也首次曝光，警方掌握的证据显示，以罪犯白所成为首的缅北果敢白家集团。哎呀，这太怎么办呀？大脑智能起源于神经细胞的多样性、神经连接的复杂性。人脑拥有800多亿个神经元。此前，业界尚未绘制出单细胞分辨率的高清脑图谱。
现在，中国科研人员领衔的团队正试图解构这一自然科学的终极疆域。这些都将为理解脑功能机制等提供重要支撑，同时在脑疾病的诊断治疗以及新一代类人脑人工智能的发展方面具有重要的推动作用。本次系列成果实施了多项世界首次、全球率先的突破。张诗雯非常大气，而且台风极其稳健。他很放松，你能够感觉到放松。好。2位5分钟连线回来啊，我们需要2位做一个2分钟的辩护总结啊，再做结束语。千万不要放弃，别放弃，千万不要放弃，一定战斗到最后一刻。辩护总结我先开始吧，我开始完了你来收场。哦呦，怎么样？可以吗？好，扛住啊，扛住啊！3、2、1，来试问。最近，年轻人中出现了一种新的服饰消费趋势，在童装品牌里寻找属于自己的舒适穿搭天地。很多品牌发现，买大码童装有的不少是年轻女性。数据显示，6月某平台上的儿童户外服装销售量猛增了186%，成人平替款吸引大量消费者涌入。年轻人为什么开始流行买童装呢？今天我们邀请到了上海财经大学电子商务研究中心主任劳国林老师，接下来我们将开启连线。欢迎劳国林老师。劳国林老师您好。主持人好。欢迎劳国林老师来到看东方。那么最近我们关注到了这样的一个消费方面的问题，我们发现有很多成年女性，尤其是年轻女性，很喜欢买大码童装，尤其是在6月份某平台数据上显示，大码童装的这个购买率是翻了186%，呈现了这样一个数字增长状态。我们想请劳国林老师为我们做一个阐释，是什么原因导致了这样的一个现象出现呢？老师，漂亮，给事实啊，给数据。挺有意思啊！一段时间来，其实也一直有耳闻说很多人在买大码服装，但是呢，究竟这个情况如何？其实我们会发现，平台的数据给出了一个真真实实的一个答案，达到了180几，也就是说这个数字还真的是不少。我想今天很多女性或许说，也可能认为通过购买大码服装，其实我展示了另外一点，我身材还没有走样，我的身材其实还是可以的，包括有心理上的暗示，包括有其他的各方面的因素。今天让我们看到了用实实在在的平台数据，给关于购买大码服装一个真实的一个佐证。哎，漂亮，终于等到这儿了。对，跟他们的内容接上了，你看都笑了。对，姿态跟进。所以说，其实是扩大了人们对于服装的选择。是的。那老师，您看，像很多年轻的女性，其实是买大码的童装，其实是为了展示自己的身材还不错。那么因为现在很多年轻人啊，据我了解，都有点轻微的颜值焦虑或者身材焦虑。那您对这方面的问题有没有想跟观众朋友们分享的？哇，好。精彩。如果是说颜值或者身材焦虑的话呢，我们或许这段时间也蛮喜欢用焦虑这个词。如果说我们不再太多用这个词，因为有时候工作中焦虑也已经够多了，那么生活中对于颜值、对于身材，我们就改作说对它有更高的要求，其实会更好一些。所以因为有更高的要求，这劳教授也太厉害了。教授厉害，厉害。是的，劳老师太好了。所以也因为有更高的要求，我们今天愿意说女为悦己者容，愿意去做一些打扮。当然这打扮中大家有时候还会说，我今天不再是一定追求我们国外大牌，我们的国货潮品今天也在崛起。但同时其实还有一点，也是我们今天很多人说，年龄是在朝上走，但其实我们有时候说心理年龄没有同步跟上，这个地方有时候是一种紧张，但有的时候也会说我们保持着一颗童心，那么用这件童装让我们的童心同时也一起展现出来。今天我会觉得从这点上来说，还真的其实是一件挺有意思的事情。给他引了一个特别好的收尾的落点。好的，感谢劳国林老师，感谢您带来的精彩分享。
那刚才您对于童装为什么会成为年轻女性的消费选择这个原因给了我们非常好的回答。刚才劳国林老师确实做了信息非常完整的这样的一个分享，不仅是给我们介绍了很多原因，比如说大家去购买服装可能不一定是出于女装的质量不太合格这样的原因，也可能是一种身材焦虑的反面，就是展示我们的身材，女为悦己者容。那么同时也对于未来的童装发展去打下了一针这样的强心针。可能有一些童装的生产厂家会认为，以后不仅可以接到童装的单子，也可以去服务于女性消费受众。那么其实在这个过程中，我也想到了一个问题，那么在童装发展的这个过程中，会不会给原来的女装发展带来一些份额，去挤占他们的市场份额呢？当然这些问题我们是要交给市场来决定它未来的发展走向，让消费者来做判断。没错。哇，他总结得好好呀！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新闻就是这些，更多新闻请登录看看新闻客户端，更多视频请下载看东方客户端。感谢您的收看。1分钟，提前了。对啊，这个算播出事故？当然了。哦，这就很大后面得有事故了。人给你垫片子、垫广告、垫片花。直播的话真的就是。对呀。哦。再见。再见。好，稍坐一会儿，5秒钟啊。4、3、2、1，好，可以。你应该让他们没补足的时间一直坐在那里。那不行。还差多久？还差多久？就1分钟吧，还缺1分钟，还缺1分钟。还差1分钟，缺1分钟。我好像听不清耳麦的频率。我也是，我这耳麦掉了。耳麦掉了，你看姿态。救命啊！对，我也听不清耳返的声音，后来的因为我的耳返掉出来了，而且它电我，老师们，我的耳麦电我，干扰训练是吗？它电我的耳朵，它电我。他说耳麦掉出来了，有点漏电，所以他没听清他给我们的解释是。感谢劳教授救我们。还得你不错，可以，很好。那个劳教授跟你说对话，你听到了吗？劳教授跟我对话，不是劳教授他的。我知道你为什么。你是劳教授讲话的时候，我这个掉了。我也是。啊，掉了之后你自己没给他摁回去吗？我怕，不知道观众朋友们看不看得到，我们就没敢。哦，这个没关系。其实这个时候，即便观众能看到，也要扶，没关系。他不敢。没事儿，这个是经验问题。正常来讲，即便直播镜头对着我耳机掉了，我也要扶上去。对，也要扶。这是我和外界唯一沟通的渠道了。因为你耳机扶上去这个动作，很正常。虽然有点不在计划之内，但是如果你听不到导播的声音，你们怎么去完成这次直播呢？对，是的，这几乎是你的枪啊！你就想很多歌手一边唱一边会把耳麦揪掉，其实它很正常，没问题。但你们依然很淡定，都听不到，还能够做这么专业，很好。蛮好。可以。休息吧，快休息吧。善良，1分钟啊。这回导师都很柔和。他们已经前面太紧张了，你再不让他们放松一下，要命了。而且这个新闻确实是难，但是还是很好了。凭什么脑前额叶？凭什么？凭脑前额叶。我那个是阿尔茨海默症，我以为是患者，结果叫我天哪！我今天梦里都是海马，我跟你说。你们要不要搬个凳子？给你搬个凳子坐过来。谢谢。子泰，你一起坐吧。谢谢。不是，我给你搬。谢谢。好的，好，拜拜姐，好，拜拜。你们有什么问题找我交流啊？好，拜拜。我发现了，新闻主播需要一颗强大的心脏。是我那会儿还跟师姐说呢，我说，这个什么时候才能在上场前不紧张啊？究竟要主持多少活动，我才能在上场前不紧张？就是我到底要主持多少场活动，我才能上去不紧张啊？对，好难啊！永无宁日，将永远紧张。但我觉得不紧张是不可能的，只能说不让观众看出来你紧张。我们不要给自己这么多压力啊！有机的紧张其实是有利于表达的。我感觉如果完全松懈着上去的话，状态不会很动人。适度的紧张，控制在一个合适的范围内。诗文有一种很强的能引领你走的感觉。
有他在我放心多了，是吧？就是觉得很靠谱，踏实，很踏实。就即使我崩了，也有他在。这就是我跟诗文之前在本科期间我们俩一起合作的时候，我最深的一个感觉，就是任何事情只要你和诗文沟通，他就一定会给你一个解决办法，真的。2个字，靠谱啊！感觉我可能就是打工人心态吧，我是来干活的。别夸了，靠谱，太靠谱。我觉得不会淘汰大家的，我觉得不会淘汰的。我有预感。在这个，哎呀，揪心一轮呐！哎呀，各位最看好哪一组？哎呀，那有点难说呀。各有千秋，真的。风格真的不一样。对，我们梳理一下，第一组是韵玲和王玉，男播女播，他们其实都很沉稳，对，这基本的要求都做到了。但他俩也就是无功无过，给人那种感觉。但是全林老师刚才说，及格线有的时候就是100分，对，这个行业当中，所以这可能已经是非常难做到，非常厉害，没有留任何问题。最精彩的是总结的部分，非常的流畅，然后提问的部分是非常好的，而且时间恰到好处。对，第2组是雨佳。哦，雨佳真的好惊艳，雨佳前半段播的部分非常惊艳。终极疆域，爬行类、鸟类、非人灵长类，世界首次单神经元分辨率的全脑连接图谱。就那些内容，其实我要看，我都其实不一定看得明白，但是他一播，我感觉往我脑袋里钻，语言流舒服吗？对，非常舒服，重音非常清晰。这个师姐怎么样？在你的角度看来，专业上，第一哈，真第一，哇塞，太吓人了。后半段好像稍微有点瑕疵，但不知道这个瑕疵在导师那儿评分占怎样的比重？我觉得，导师会考虑那一部分，就是事实上，就是我们作为一个新闻主播，当我们要去连线一个人的时候，我们究竟在干嘛？我们是在提3个问题撑满2分钟吗？我们不是，我们是在一个专业人士那儿得到更多的关于这条新闻的补充和扩展。所以这是一个骨子里的问题，我觉得导师会看到这一点。会看到，所以他可能是很好的评论员啊，但是在采访的时候需要一些经验。然后最后就是子泰这一组，全林老师看了之后揪心吗？心里挺揪心的，就是因为主播的确是个高压环境，然后高压环境一旦你在开始前就怯了，你就出错的概率会更高一点。是的。就是后面他会放大自己的一个错误，比如说吃了第1个螺丝，然后他会觉得说下一句话的时候说，我刚才吃了1个螺丝，导师听见了吗？他想这句话的时候，下一句一定再会吃1个螺丝，这是循环的。说翻篇就得完全翻篇。哎，演员如果接下来要上一个镜头高难度，会给自己有怎样的心理建设吗？会有一些紧张，但是我觉得这个紧张的度拿捏好是好的，对于演员本身是有帮助的，就是它会提起我的一个兴奋度和我的一个专注度。我觉得其实经验也是很重要的。就像刚才我们看到节目里面，它不是达到你的一个预期，你的对手给你的那个反应不是说你想象他给你的一个反应，那你就要做出一个即兴的，就是互动是真实的，所以你要忘掉你就是准备好的一些设计啊，或者一些想法，你当下你是要沉进去的。那你如果再去记词儿的话，也是会很容易像子泰一样，就容易紧张磕巴。我觉得任何一个除了像罗京老师那样的几乎零差错的17分钟对大腕之外，我觉得就是多少都会有瞟一下的时候。哇，但这个对我来说真的还是有一点难的，因为我也播过这个样子的，去那个中国电影报道播过，然后就是它也是有图的。去了之后，稿子上面才会告诉我在哪一句话的时候，它会上图，上在你的左手还是右手。但是你的提词器里面是没有图的。这里面有一个关键，是如果你要这样播的话，提示器对你真的是个提示作用，不是用来读的。如果你用来读，你完蛋。它的节奏，所有的信息都被它抓过去了。对，所以其实你得要复述这段新闻，提示器只是为了给你一点点提示而已。我们课堂训练的时候有一个训练方法，就是他念完了提词器之后关掉，然后把他拉过来，你给我讲讲刚才那个说了啥。哇！就他自己先吃透。就有的人他的念就是以文字为主，他只是把它念出来。这时候你回头对回头问刚才新闻说了啥，其实也不知道。但这个时候你拉过来，他很流畅的跟你说刚才其实就是说这个前额叶非人的这个灵长类做了一个这样的实验。所以那个脑图谱那新闻到底说了啥？
我当时也是这样子尝试过，发现确实播新闻的时候的感觉都不一样。就是你把那篇新闻稿件真的去花时间消化掉那些背景查了之后，你就会对你自己说的东西自信，而且对于那个重音啊那些的判断，包括断句，对断句啊、扬停啊那些东西，还有它的停连这些，都会有自己的理解。这跟咱说台词也差不多，其实还挺像的，挺像。你看，真的很多的职业走到最后都很一致，比如说脱口秀和演员，走到最后的时候，因为智胜也演了很多戏，对不对？哎，咱不提那个。你之前有一段哭戏啊，没哭出来。那一天拍了2场还是3场哭戏，前面那一场哭得特别好，啊，导演都过来抱抱我，然后接着说，智胜你准备一下，我们接下来还有1场哭戏，死活哭不出来了，全场100-200口的人都在那等你，就你很着急，压力特别大。那我可以跟你分享一下我的就是这个女生的经验啊。啊，太好了。演完1条的时候就放空，然后就比如说你出去溜达溜达，然后多喝水，你就把那个思绪先清空，然后再回来的时候，我可能就是稍微再安静一下。我需要一个就是给自己松掉的过程，不然太紧，一直紧你就越憋越没有。然后包括对手给你很多新鲜的一些刺激，有的时候他就会突然给你一个拥抱，或者说一句什么台词，那一瞬间你就有一点触动。所以好的对手也可以给你很好的安全感。像我出道的时候，其实拍过新版《红楼梦》，然后跟归亚蕾老师啊，这些老艺术家老师，他们对你的这个托举是非常有安全感，所以影响到你后面的演绎的这个道路。包括后来有迅姐、周迅老师这样的，哇，他们的那种眼神的交流，这个是语流是吧？我们可能就是心流，就是你会觉得感受到他的那种能量，你就自然而然的你就会进去，然后就很流淌，就是那种感觉。哇，代代传承。好，我们刚才聊了一下刚才他们在这个课题上的表现，我们接下来看一看在访谈组他们表现的怎么样。比较期待了啊，很期待了。你是比较想看伊丽静老师吧？我们来看下一段 VCR。